这里是陕甘川三省的交界处，山水环抱间隐藏着100年的黑金秘史。回龙场老街雕花木门后，暗红漆柜仍锁着鸦片余香，三进院落见证军阀混战时期的烟土交易，斑驳砖墙铭刻着迷离年代。荣盛魁商行暗藏玄机，三船相连的汉船屋曾是秦陇头牌云集处。鎏金绣帐虽褪色，但仍可窥见当年富商巨贾的纸醉金迷。土皇帝魏辅堂既是劫富济贫的袍哥首领，也是开办学堂的民国镇长。他掌控三省鸦片命脉，却修桥铺路振兴民生，最终在镇口的银杏树下饮弹自尽。青石板上的马蹄印，至今仍述说着这位乱世枭雄的双面人生。离开了广安市，我就驾车前往陕甘川三省的交界处青木川古镇，距离352公里，需要4个小时。鸡鸣三省传奇古镇，青木川三省的交界处，这边是陕西、甘肃、四川，就在这大公鸡的下方啊。你看这里有3个字呢，这边是属于陕西。那青木川古镇呢，就是属于陕西省的汉中市。再来看一下这边，这边就是甘肃，有个甘字，四川在这一边。来到青木川古镇了，这里是停车场，这里停半天的话呢10块钱，停1天20块。古镇的游客中心，这边是青木川古镇的正大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片区域呢，是属于后来新修的，真正的古镇呢还在另外一边呢。现在很多景区啊都是这么搞，要进入真正的景点之前呢，都是要你先走一段商业街区。走在街道上啊，看到很多写着木桶鱼的招牌，估计是这里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古镇里啊有好多道这样的门呢，中间还有一座七凤楼，站在上面呢，可以将古镇的风景呢一览无余。那从这里可以上楼，不过这个阶梯呢有点窄，背着背包啊都无法转身啊。中间还有阶梯，上去最上面，看看古镇的全景。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整片区域啊，都是属于后来新修的。真正的古镇呢，是在这一边。默默，我们今天逛青木川古镇。前面这座桥啊，是叫做飞凤桥，它连接着古镇的新旧2片区域。在原先呢，这里啊也是有一座风雨桥，但是后来啊，在汶川大地震中呢，就被损坏了。重修之后啊，叫做飞凤桥。那么过了这座桥之后呢，就是回龙场老街。看一下中间的这条河流啊，河床呢非常有意思，它并不是泥沙，而是一整块石头。这座青木川古镇啊，它是坐落在陕甘川的交界处，所以说它有一脚踏三省、鸡鸣三省之誉。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看过一部电视剧，名叫《一代枭雄》。里面呢有一个主角叫何辅堂，他的原型呢就在这里。不过真人呢并不叫何辅堂，而是叫魏辅堂。魏辅堂这个人呢，一生啊非常的传奇。他从小啊就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是却为家乡啊办了2所学校，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周边村落的人来他学校读书啊，通通都免费。并且那些孩子考上了高中还有大学啊，他都出钱供他们去读，可以说为这个地方啊培养出了很多人才。从这件事上来讲呢，魏辅堂啊确实是一个大善人，但是同时呢，他又在家乡啊
种植罂粟、做鸦片，还开设了烟馆。不过这个人呢，做事情呢还是有一些底线。他的鸦片呢，从来不卖给本乡人，都是卖给外面了。他自己呢，也是不吸鸦片。不仅如此啊，他还开设了赌场，还有青楼。所以说黄赌毒啊，一样他都少不了。这个人呢，你很难用简单的善与恶来去评价他。进来这边的老街了，街道啊确实要窄很多，但是老街里面的店铺啊，大多数呢都是没有开门。青木川广通货站，唐盛世。这座房子啊，看样子呢它是中西合璧的，在以前呢是绸缎商行，后来啊又演变成接待商人和政府官员的接待处了，是建于上个世纪40年代。深院风和，燕雀相和，高旗日丽，临凤时来。这座房子啊，原本呢是寻梦青木川的一个剧场啊，大型实景演出，现在已经经营不下去了，房子要出租了。这座房子呢，上面有一块牌匾叫荣盛昌，这是以前魏福堂的大哥啊，魏元成的产业。这里面呢是经营百货，也有一些进口商品啊。这座四合院呢是清朝末年的时候建的。你看前面已经不能够参观了，上面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酒字，相信有一段时间呢是被作为卖酒的店铺了。这里是一座烟馆，是当年魏福堂的重要产业之一，是吸食鸦片和交易鸦片的场所。进来这里面了，看到的是一个四合院，里面的装修啊确实是豪华，而且是一座纯木头的房子。先来参观一下这个展览馆，里面呢是有很多烟枪，这个看起来像是纯银的，还有象牙雕刻的。这边呢还有专门放鸦片的盒子，吸食鸦片的床。这上面呢还有一些老的海报呢，还有纯铜的烟枪，制作非常精美啊。参观一下这个房间。这里面呢还有一块石头，原来这座房子啊是在一块大石头上面盖的。这里是一间堂屋，堂屋的隔壁这间房子有点意思，你看，它把石壁直接当做墙壁了，而且上面的柱子直接呢是顶在石头的上方。它这个楼梯呢也是做的比较有意思，是一个8字形的，看一下另外一边，形成了一个8字形，相当于啊开这个烟馆呢就是要发财。这是一间双人房，方便2个烟友啊躺在这里边吸食鸦片边聊天。你看这上面呢也是有一些老的海报，有些房间呢现在已经改为画展了。这里也是一间堂屋，出来这里呢就可以看到街道上的场景了。这里还有一间房啊，这里是做了一个模型，有2位烟鬼啊是躺在卧榻上面边吸食鸦片，还有一个丫鬟啊伺候着这位老爷。看一下这门口还有一副对联啊，万事不如枪在手，人生几件日当头。这个枪啊并不是指手枪啊，而是指烟枪。往走廊的这边走，
这里是摆放着一张桌子，方便那些烟鬼啊，抽完大烟之后呢，可以在这里喝杯茶，浪一浪口。这个房间里面呢，还有一间暗房呢，空的。鸡鸣三省地，因为这里是陕甘川的三省交界地嘛。这间烟馆呢，它的设计呢是有些巧妙。你看这里呢，还有一间阁楼，看一下对面那一边，同样的，从这边下去。刚刚差点没看到，这里还摆放着一个这么大的烟枪呢。你看，这是用一整根竹子做的，这边呢就是对着嘴巴吸的地方。这另一边呢，就是放大烟的一个烟嘴。竹头这里呢，还有一些雕刻。这个烟馆呢，就参观完了。继续往这下面走呢，还有一间关帝庙。在这个古镇里面呢，有好多酒坊呢。哇，这是1959年写的字啊！战胜灾害，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良眠计划而努力奋斗。现在下面呢是一间酒坊，难怪走在这街道上啊，满街呢都是飘着酒香味。这里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中国羌族傩文化之乡，宁强羌族羊皮鼓舞传习所”。进来这里面看一下啊，原来里面呢是一座关帝庙。看一下什么是傩文化，这些呢就是傩面具。我在多年以前呢到过贵州的一个地方，看过傩文化的那种表演啊，大概的意思呢就是用来驱鬼啊什么之类的，也是有很多面具。这里有一根柱子很有意思啊，上面呢是插了很多刀，你看都长了很多铁锈。看来在节假日的时候呢，说不定这里啊会有一些上刀山下火海之类的表演。这上面呢还有很多羊头羊角，也是用来祭祀用的。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羌族傩文化的展览馆呢？那是因为青木川这个地方啊，它是汉羌结合的这样一个地方。这一座就是关帝庙。到了关帝庙这一边呢，就是古镇一边的尽头了。现在我们往回走，那边呢还有青楼可以看哦。前面这座房子啊，就是魏府堂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产业——青楼，叫做荣盛奎。因为它的造型呢，很像是一艘船，建在陆地上方嘛，所以呢叫汉船房。这里相当于是前台了。这里面呢就是一间间的包房，进来看看啊，哇，相当的豪华。这里面呢是有3层，你看这第一层呢就非常的 low 了啊，下面呢一点灯光都没有，打开来看一下啊，哇，连一盏灯都没有啊。这边有的吗？对，看一下这边啊。哦，现在变成杂物房了。这边也是杂物房啊。那第一层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普通的人呢，过来这里消费娱乐的地方。第2层呢，又要高级一点了。看一下，这个蚊帐啊，都是红色的啊。还有2个灯笼呢，都是粉红色的，还有2把椅子、1张桌子，啊，可以供客人啊在这里喝喝茶、聊聊天。看一下这一边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平台，也是可以供客人啊在这里吃吃饭啊、喝喝茶呀、聊聊天之类的。而且整座房子呢，它也是纯木头打造的。那这确实是一座历史建筑啊。到这窗外来看一下啊，可以看到
街道上的景色。你看这里有一个汉字，汉，那边呢是一个屋子。这间算是比较普通的了，它的蚊帐呢还是绿色的，墙上啊也是挂着2幅老的海报。中间这个位置啊，就是供花魁在这里表演的地方了。有一个打扮得非常精致的人的模型啊，是摆放在这里，相当于啊在这里招揽客人嘛，也是供这3层的客人啊去观赏。好，那现在呢就上来这第3层来看一下。其实青楼里面的女子啊，她也分等级啊，就是等级越高，就会住在越上面嘛。这个房间呢，也是明显要宽敞一点了。而且每一间房间呢，都是有这种窗帘啊，去挡着。这也是空的。这间房间呢，就是属于花魁的房间了，也就是头牌嘛。你看，这里还摆放着一把古琴，它除了相貌啊比较端庄以外，还得有才艺。你看，这里还有一条阶梯，可以通往这上面。这个花魁的床啊，看起来呢就要精致得多。你看它下床的地方呢，还摆放着一个东西啊，可以让你下脚。而且在床的旁边呢，还摆放着一盆花。里面的家具啊，也要多很多呢。刚刚里面那一间花魁房的旁边呢，不是有一个阶梯吗？上来之后呢，就是一个戏台了，可以坐在这上面呢，看花魁的表演。现在里面很多房间呢，都已经被清空了，只是摆了几个样板房啊，让游客去参观一下。这就是古代的青楼，是不是跟电视剧里面的差不多呢？这座青楼啊，有一点让我感觉到比较诧异的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上方都是敞开着的。虽然呢，这下面的房间呢是有瓦片啊去遮挡，但是这样一个敞开的环境呢，在冬天应该会感觉到很冷吧。这就是魏府堂的家，进来看一看啊。哇，一进来之后呢，就是一个大圆门啊。哇，非常的漂亮和古朴，西秦胜境。这两旁啊还有很多厢房呢。它整座宅院呢，占地面积啊有2000平方米，特别大。这其中一间厢房啊，上面有一块牌子“魏队长”，是他其中一个队长的办公室了。那这个座椅上呢，还有这个是什么皮毛呢？有可能是狼的皮毛啊。这里面呢，就是一些枪支弹药了，还有炮弹。当然，这些有可能就是后期做给游客看的了，因为看起来不像真的。这里每一个房间呢，都是展览了很多东西啊。这个是叫做铁抓手。哇，被这个东西一抓的话，那真的是遍体鳞伤啊。你看，还有这种呢，这是直接套在手上面的。正门上方的这间房间呢就厉害了，你看，这里是架设着一架机关枪啊，正对着大门口。要是有谁敢过来侵犯的话呢，这个枪啊就可以直接对准敌人。这个房间有点意思，还有一台人力3轮车。像这个车子啊，相信是属于大队长啊，或者是一些管家的座驾。后面这一进院子啊，就是属于他的几位姨太太的房间了。像这一间呢，就是他的4房杨氏的住宅。
这个房间呢看起来不是很大，你看这个床呢就要精致很多了，上面的雕刻非常的精细。这中间呢就是一个客厅，这边呢还是曲氏的房间，也是他的其中一位老婆。床啊也是比较雍容华贵啊。另一边呢还放着一些收纳箱。这天井的对面呢是大赵的房间，大赵啊是他的三房姨太太。中间这个堂屋啊就是一个佛堂，就是给魏福堂的妈妈在这里念经的地方。往这边过去呢就是属于新宅了，它的建筑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过道的尽头呢还可以看到一台老的福特车子，这台车子是在1949年魏福堂为了扩编西宁人民自卫总队去成都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当时最先进的交通工具汽车，于是就购买了一台，将整台汽车拆解之后，通过船运和马车托运回青木川再进行组装。每次去回龙厂巡查的时候就开这一台车去。这就是建于1932年的新宅了，建筑风格完全不一样都是用青砖建成的。进来之后，这第一间房间呢是团总办公室，这里面的装修呢就要豪华很多了，而且现代很多。你看，比方这个时钟就先进很多了。明正三边，三边指的就是陕甘川了。这是团总的接待室，看一下这里面的椅子，多么的雍容华贵都是实木雕刻而成。这上面也是，单单就这一套家具也要值不少钱就连这地板都镶嵌着一些花纹这是魏福堂第5房太太的房间，住的是新宅。这个房间里面的床看起来就要豪华很多而且上面呢还摆放着一些旧的海报。聚宝一看就是金库了，这是他们放钱的房间这里是展示了一些金银财宝的模型。你看还有这种袁大头呢，像魏福堂他也是一代枭雄嘛，是一个比较讲义气的人，所以说也是非常崇拜关公这边是有一条阶梯可以通往第2层。在这个楼梯间里面呢，还有一个担架，还有武器。原来这第2层还有很多看点以前是叫做宁羌县，现在叫宁强县，青木川民国自卫队。从这边出来整个魏氏宅院呢就参观完了。我们都知道，在民国时期即使国家有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你想在每个地方都执行到位的话呢，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基本上一个地方就是谁有能力就谁来管。我今天是从广元那边开车过来嘛，广元和这里的温差还是相差有好几度，因为青木川毕竟呢是在山里面，而且这个镇子呢并不属于四川了，而是属于陕西的汉中市。